Okay, here we go. The lady with the lamp. 好，这个标题当中就是大家注意一个小的事情，在你写作的时候 ，the lady with 这个 with 介词用法就是表示带着的意思或者随身的意思。那比如说the teacher with the glasses 就是戴着眼镜的老师，所以这里面就是 with 就表示除了你的衣物之外的其他的地方都用 with 这个介词。那如果你是穿着什么衣服，都用介词是 in。你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个黑色的 T 恤，就是 a man in black。大家见过那个前几年特别火的一个黑衣人吧？就是只要是衣物类的都用介词 in， 但是除了衣物之外的，你随便拿手边拿什么东西都要介词 with。所以这里面 the lady with the lamp 一定会翻译成就是拿着灯的女士，但这样太俗了，所以我们翻译成提灯，对吧？提灯女士或者是提灯女神，这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这个 with 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所以第一个当中标题需要我讲的一个小的用法就是大家记住 with 和 in 的区别。前面是人，后面跟了个 with 就表示这个人手里或者是身边拿了个什么东西，而是 in 的话就表示穿在了身上，好吧？我们看第一句，交代了时间 1854 a war started， 然后后面开始显示 started 就是一场战争开始爆发在哪些国家 between A B C D， 所以用 between and。然后这场战争的名字就用的是 it was called， 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的被动语态，被称之为，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之为了 Crimea。克雷米亚战争。好，再往下 ，The hospital facilities were terrible。那什么什么 for 就是那么为这个士兵所提供的医院条件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那么后面就进行了解释怎么恶劣。There were 用很多的 there be 句型。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很少使用 there be 句型，这是一种不可取的方法，因为在英文当中 there be 是最常见的基本句型，所以我们在 EM 入门级当中要大家反复的熟练 there be 就表示有的意思，所以我们不会上来翻译成这里有，而要先看整句话读完。我们看一下 ，There were no baths or toilets, there was blood everywhere。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能上来就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顺序，就什么这里有，这里没有什么。我们发现说，在医院里没有床，也没有厕所，这么翻译 ，OK？ 而且地上到处都是血，所以发现这个 where 在这里几乎就没有翻译出来，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句型而已，好吧？再往下 ，Soldiers were hungry and their clothes were dirty， 这个比较简单。Many people in Britain。were angry about， 那我们下面一个小句型 ，angry about，angry 呢就表示你愤怒。那如果你对什么事情而感到愤怒，就是 angry about。你比如说我对这个事情，比如说最近对马航事件实在是太过分、太生气了 ，I'm angry about Malaysia Airlines， 对吧？对马航的事情真是过分了，太过分了，我对此事非常的愤怒。那么加上 angry about。那么最后我们加上 one of them was a woman called Florence。Nightingale， 那么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谁谁谁，所以整个下来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在自己在课下读的过程当中，也要去注意这些人家阅读本来非常地道的写法，好吧？我们注意几个重点小句型 ：The lady with a war started between it was called the hospitals for the soldiers. There were no baths or toilets. There was blood everywhere. One of them was a woman called. People in Britain were angry about. Okay, that's it. Next paragraph. 下一段。Florence Nightingale was born on. 那我们下面这个是某人出生在什么时间？我们都用固定句型是 be born on。记住，永远都是永远都是过去的 was born， 好吧？那么日期我们会跟上 on 12th May 1820。再往下，他年轻的时候呢，学习的专业其实是历史和科学吧，他并没有学习医学。再往下 ，good speaker of， 我们平时都会说 I am a very good at， 巴拉巴拉巴拉。其实我们今儿学了个句型，就是somebody is a good speaker of， 所以说good speaker of 就表示擅长什么什么的意思。那你比如说 I am a good speaker of English 就表示我呢精通英语，你可以这么说。那 I'm a good speaker of German， 我精通德语。所以说 a good speaker of 也可以表达你对什么语言非常非常的精通。所以这个句型大家可以学一下。She was a good speaker of。好，再往下，他还经常去其他国家进行访问，或者经常去其他国家。然后他想成为一名护士，但他父母对此事并不以然呢，这个是 didn't like the idea。那么这里面的说法就是表示说他父母对他这个想法不支持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里用了一个特别委婉的说法，就是 didn't like the idea。大家要知道这个 idea 的意思就表示这句话吧 ，She wanted to be a nurse。
那最终 she didn't listen to her parents， 但最终她没有听她父母的话，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决定。OK，so some key sentences， 我们几个重点的小句型。Was born on a good speaker of an excellent didn't like the idea didn't listen to an next paragraph。 好，我们看下一段。哇，下段内容比较长了。In October 1854， 那如果仅仅是一个月份的话，没有日期的话，那我们就用介词 in。刚刚那为什么用 on， 是因为它有月、日、年都有，而这里面因为只有一个月份，所以是 in October。那么在1854年10月份的时候，他当时是34岁，他跟其他37名护士来到了这个医院，哪里的医院？就是在这 Scutari 的医院嘛，所以是 travel to 就表示去了什么地方 ，travel to。好，还有再往下是 there is a lot of work to do， 又再次出现了 there be 句型，所以发现其实在我们的 EM 初级当中 ，EM 入门级当中，我们讲述了大量的这个 there be 句型，大家一定要会去非常熟练的使用它。它不仅仅表达的是某地有某物，也可以表达有这个词的意思。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习惯用它，是因为我们只认为有是哪个词是 have， 大家也把这个词学会。There was a lot of work to do， 就是说他们手头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做。什么事情啊？The conditions were terrible， 我们不说了吗？医院条件非常的恶劣，非常差呀，所以他们有太多事情要去做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用什么表达呢？我们一般会讲到 we had a lot of work to do 吧。但是这句话这么说的话比较地道一些 ，There was a lot of work to do。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 we 或者是 they had a lot of work to do。但是你看这句话如果说成 there was a lot of work to do， 就变得更加地道一些。所以这句话意思也是表示他们手里有很多活要去做。但是呢，他们非常努力的完成了，所以在6个月之后，整个医院的情形，整个医院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were different。什么变化呢 ？The hospital was clean, there were toilets, clean clothes, food for the soldiers。所以最终的变化就后面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们要学会的句型依旧还是 there be 句型。Okay, some key sentences here. In October 1854.Traveled to. There was a lot of work to do. Worked very hard. The conditions. And last part. There were toilets, clean clothes, and food for the soldiers. 好，这里有个小词是 condition。condition 这个词表示的是情形或者是状况的意思。那么这里会描述就是它的整个的条件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以后还会学到一个叫做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做风土人情，就是用 condition 这个词。所以说在英文当中有很多单词并非只有它一个意思，所以大家在通过阅读的时候要多去积累一个单词在不同语境之下的不同意思。所以今天再次补充这个 condition 的意思。那么在这里 the condition of hospital 我们翻译成就是医院的条件。但如果你在哪天的阅读里面看到了I travel to this country and I love the local conditions here。那这里就不表示我喜欢这里的那个条件，而是说我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Okay, let's repeat. Condition,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Local 就是当地的意思，所以当出现了 local conditions, customs 意思翻译成了当地的风土人情。And last, the soldiers at Scutari loved Florence Nightingale and called her the lady with the lamp. Soon.She was famous in Britain and all over the world。 那么这里面唯一一个小的点就是要给大家提，就是这个all over the world 这个小句型大家会使用。那么 all over the world 表示就是全世界的意思 ，all over 包含的意思。那么它很快呢就在英国变得很出名，同时它的大名也传播到了世界的其他各个地方。She died on， 你看它出现了吧？我们刚刚前面是 in October 1854， 还记得吗？那这里又变成 on 了呢？我刚刚说过，大家看谁知道？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有 August， 还多了一个 13th。我们说有月和日在一起的时候被称之为了日期，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介词启用的就是 on 这个词，而不是 in。如果将这个13号删掉的话，只剩 August 的话，就变成 in August。这些小的现象大家要认识，好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Lady with the lamp 也是，这个介词不可以乱用，不然的话就会发生不同的意思。那么最终他卒于1910年，1910年 when she was 90， 那么他当时是90岁去世的时候。好 ，the key sentences here. The lady with the lamp. She was famous in Britain and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She died on the 13th of August 1910.
我们在读这个日期的时候，英国人的读法，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英国人习惯把这个日子放到最前边，叫日、月、年的排序方式，所以我们在读英式的时候，我们会读成 the 13th of August 1910， 一定要加上 the。而美国呢是习惯性把月日调过来，就是先说月再说日，反正年一定放最后了。咱们中国正好相反，咱们中国是先说年再说月再说日，年日吧。那么英国是日月年，而美国是月日年。所以我们如果是美国人，他读成 August the 13th 1910， 而英式读把它多了一个 of， 所以我们会说成 the 13th of August 1910， 而美式读法就是 August the 13th 1910。不管你是英式还是美式，就是日子前面一定加上 the。OK， 好，那这是我们对于这篇文章进行的一个解释和说明。And now let's move to the vocabulary and do a little practice。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了解了南丁格尔的故事，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 vocabulary 词汇部分。But before the vocabulary, I want everyone to focus on the text and try to retell the story to your partners and your friends。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其实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我期望大家今天通过学习南丁格尔的故事呢，可以最终我们今天留个小作业，就是大家能够把这个小故事给我复述出来。其实这故事非常好吧，就介绍了一个非常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就是 Nightingale。那如果你今天学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跟你的小伙伴来分析 I know a very famous woman called Nightingale，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when she was born and what did she do, why she was famous and when she died。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几个线索，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出生在哪里，然后她为什么变得很出名呢，她做了什么事情，以及最后她的那个去世的时间。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介绍一个人物的故事。所以我也期望通过这个小故事的展示，让大家能够学会一篇记叙文或者一个故事应该如何去写。你首先你的故事写的是一个人物的话，那么你首先要给介绍这个人物是谁，他的出生年月，然后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介绍这个人物。你比如说这篇文章就写的非常有条理吧。 First tell us she was born o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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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he was famous and what she did in Crimean War and last when she died。 所以这个文章就是非常非常严整的线索，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喜欢。所以今天我们有个小 homework， 就是 please retell story to your partners and parents。 所以今天要学会把这个小故事复述给你身边的人听，父母或者小伙伴。OK。